伊朗总统访华，证明我国的中东战略非常高明，该战略与军事合作无关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在中东国家开始试图摆脱美国的掌控，特别是沙特与美国关系恶化之后，中国与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于2022年12月举行了峰会，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，推进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。然而，伊朗却对我们表达了某些不满的情绪，原因是在中国与海湾国家共同发布的声明文件中，希望阿联酋与伊朗能够和平解决波斯湾相关岛屿的争端问题。结果，伊朗方面召见了中国驻伊使馆人员，表达了不满。当然，事情还没有到抗议的程度。最近，伊朗很明显地表现出与俄罗斯更为亲近的关系，不仅向俄罗斯出口了无人机，还从俄罗斯引进了苏35战斗机。而对于中国而言，如何平衡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近日，伊朗总统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，被外界认为是双方修复关系并加强合作的最新举措。去年1月，随着中国与伊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5年合作协议生效，双方宣布了加强基础设施和能源联系的计划。但是伊朗方面在今年1月份又表达了中国对伊投资还没有俄罗斯多的不满。伊朗总统雷西的此次访问将缓解自中伊联合声明以来存在的问题，证明两国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密切合作。但是这种合作又不针对任何第三方。中国的中东战略将变得更加清晰，避免被拖入与华盛顿的大国博弈，并继续关注双边的经济而非军事关系。中国已经承诺加强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，逐步扩大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，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。中国还会继续发展与伊朗的关系，甚至推动伊朗与沙特等国关系的缓和，努力取得平衡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与整个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呢？中国的中东战略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，军事合作处于次要地位。很多人一直不理解，伊朗为什么先买比较贵的 F-35重型战斗机，而不买中国的性价比更高的歼10C， 甚至向俄罗斯采购护卫舰，而不买中国更先进的产品。其实，中国向伊朗出口武器装备时，还需要考虑到其他海湾国家的感受，以避免出现中伊军事结盟的误解。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军火贸易也一样，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，而且武器装备的进出口也不是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。我们的中东战略就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导，力推自贸区建设，这与美国推动的军事安全战略完全不同，也与俄罗斯想通过向中东地区出售军火赚取外汇不同。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，中国的最大利益就是以各方都做生意，搞好经济合作，共同发展。因此，引导伊朗与沙特等国缓和关系，最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，同时呢，也能打击到美国的霸权。我们从不搞离岸制衡那一套，而美国却是在中东搞离岸制衡的老手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只要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能够全面缓和，美国通过夸大伊朗军事威胁来刷存在感，通过对中东国家出口军火发财的战略就会失去市场。过去敌对伊拉克是美国人维持中东霸权的关键，现在敌对伊朗又成为了其重点。所以中国同时与伊朗和沙特等国搞好关系，就是破解美国的中东霸权，甚至是石油美元霸权的关键。我国在中东最大的利益仍然是与各方都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，甚至是建立起助推经济发展的自贸区。我国在中东地区实施的经济合作战略，以美国搞的军事安全战略，终将被证明谁才是对的，而最大的可能是中国会笑到最后。伊朗总统来了，证明中国又做对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